好，這個 iOS 27呢，我已經用了快要2個月了。我知道大家可能現在最想問的呀，就是到底要不要給它升上去呢？那我今天呢就直接講結果了。如果你的手機比較舊的話呢，等這個正式版出來之後呢，我覺得這次呢你可以馬上升級。那這句話呢，我之前呢是不太敢講的，但是這一次呢，我就拿了一支6年前的 iPhone 12 mini 去測試了一下。測完之後呢，我自己呢都愣住了。那這一支呢，就是我珍藏了很多年的 iPhone 12 mini。以前呢，不是有那種說法嘛，就是這個舊的 iPhone 升級新系統之後呢，就會變卡了。但這次呢 ，Apple 偏偏說舊手機升級成這個 iOS 27之後呢，會變順。我就想說，那我就自己測試一下好了嘛。結果就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共測試了9個東西，7個呢是真的有變順，然後有1個是完全沒差，還有1個呢是真的變卡了。我先講一個，就是你可能最有感的吧，就是這個相機啊。以前我按下去之後呢，就是要頓一下呢，才開得起來。升級完之後呢，等待的時間呢，大概少了1半左右。還有就是訊息啊 ，Safari 的瀏覽器啊，還有就是蘋果內建的檔案的 APP 啊，開啟的速度呢，其實都是有變快的。原本要等一下才打開，那現在呢，就是感覺一點馬上就開，就是那種感覺。還有像是 Google 地圖啊、IG 啊，還有 YouTube 這些呢，其實呢也都是有變快的。不過這個 AirDrop 的速度呀，和升級之前呢，其實是差不太多的。我一共測試了3次，平均下來的速度呢是幾乎沒差的。我當下第一個反應就是，不對啊，蘋果不是說這個 AirDrop 快了80%嗎？那你這個難道是在開我玩笑嗎？結果呢，我就把這個官方測試的條件翻出來一看，人家用的是 iPhone 16 Plus， 然後傳30 MB 的照片，而且是在沒有連 WiFi 的情況下測試的。那這個測試的條件跟我差的太多了，我傳的是一個半分鐘的 4K 錄影。所以說呢，這個魔鬼是藏在細節裡邊的。蘋果說 AirDrop 會變快，並不代表你更新之後呢也會變快。唯一測試一個有變卡的，就是這個天氣的 APP， 它這個開啟的速度呢，好像有點變慢了。不過呢，這也就是只有這一個變慢了嘛，其他的呢是真的有变順的。我整體用下来的感覺也是啊，就是之前在 iOS 26的時候吧，那這只12 mini 啊，就是你已經明顯能感覺出它已經有點老了。但是升級成這個 iOS 27之後呢，整體的體驗呢，真的是有變得更順一點。那如果你也是像是什麼 iPhone 12啊、11啊這種舊的機型吧，那這次其實真的就不用等了，能升呢就直接升吧，體感是真的有提升的。要說這次的 iOS 27最大的一個更新，那肯定就是這個 Siri AI 了嘛。那過去的這個 Siri 啊，其實真的是很廢了，大概呢就是什麼查個天氣啊、設定個鬧鐘啊、計時器啊一類的。那這次蘋果就找這個 Google 來幫忙，然後從頭呢大改了一次。那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就拿幾個問題啊一路測給你看吧。首先呢，我就想看它到底有沒有記憶，就是它能不能夠記得住我說的話。我就叫這個 Siri 啊幫我記錄一份奶昔的食譜。那它確實是記住了，但是呢，它不像其他的 AI 有一個自己的那個記憶庫嘛，它這個記憶呢是記在你的手機裡的備忘錄裡面的。那好處呢就是你想改呢，直接開啟這個備忘錄就改就好了。那它到底能不能跨這個 APP 幫你去做一些事情呢？我就讓他幫我去查了一台 AMD 的那個 AI 電腦嘛，我就問他去哪裡買，他直接就幫我把這個 Amazon 打開，而且都幫我搜好了，直接就放在那邊了。我本来還想說，那是不是所有第三方的 APP 都可以啊？結果呢，我就換了一個，我叫他幫我去查那個 ProtonMail 裡面有沒有什麼新的郵件，他直接呢就卡在那邊了，是完全不行的。還有呢，就是他能不能看懂你熒幕上的內容了？那這個呢，我覺得是目前最穩的一個了。我在這個 Costco 的網站上呢，看到一台走步機，就是在家裡面用的那種，放在桌子底下邊工作邊用那种。就想知道這個評論呀，到底是寫的是什麼？我這次就不用截圖了，我就直接叫他讀我的熒幕，然後給我直接翻譯成中文就好了。而且現在這個 Siri 呢，還有一個自己的 APP 嘛，看起来是真的很像 ChatGPT 啊，還有 Gemini 那種聊天 APP 的。那每一個對話呢，都有自己的這個上下文的記錄。那至于到底好不好用呢？跟其他的主流 AI 相比，到底表現又怎麼樣呢？其實我之前呢有做過一個完整的對比影片呢，鏈接我都放在下面了。那這裡呢我就不再重複了。簡單說呢，就是能用，但是呢不是最好用的。當然了，它也不是最糟糕的。那這一點呢，其實是讓我有點意外的。
至於這個語言方面 ，Apple 說現在只支援英文嘛，那確實啊，你必須把這個系統的語言，還有就是 Siri 的語言都切換成英文，才能下載就是這個新版的 Siri。但如果你是用打字的話呢，或者呢你就是下拉那個 Spotlight， 然後用你的 Apple 內建的這個中文語音輸入，其實現在中文就已經可以直接跟它對話了，它也一樣可以就是用中文來回復你，只不過這個語音模式呢用中文現在還是不行。那這個就是完整的中文支援吧，什麼时候能來？那這個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打字的話呢，其實你現在呢就可以去試試了。除了 Siri AI 之外，這次呢其實還有一個功能是讓我很有感的，也是一個你可能會經常用到的功能，但是並不是每一只 iPhone 都能夠用，只有 iPhone 15 Pro 以上的機型才是有的一個功能。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呢？這邊呢我先介紹一下本期影片的贊助商，等下呢再回來告訴你。我最近在弄那個暑假去奧蘭多環球影城的行程，门票啊、訂飯店啊，還有租車呀，幾乎都是在線上刷卡。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假官網呀做的是很像真的，所以呢我都会多看一下那個網址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拼字或者是什麼網域。不過呢我還是會很擔心自己會看漏掉嘛。後來我就才發現，原來我原本就在用的那個 NordVPN， 如果你訂閱的是一個完整方案以上的方案的話呢，那現在呢它就多了一整組的安全防護的工具了。其中一個就是危險網站和釣魚網站的防護。點到已知的釣魚網站的話呢，或者是什麼假的購物網站的話呢，它就有機會先跳出一個警告。還有就是詐騙來電的過濾的功能了。如果你的方案有包含的話，手機上也有裝這個 NordVPN 的話，那如果是可疑的推銷或者是什麼詐騙電話，它都會在你接起來之前呢，先給你一個標記。有些偵測到的呢，也會直接就給你擋掉了。下載檔案的時候，它也會幫你掃描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惡意軟體風險。跟很多人印象中的那個傳統的防毒呢是不太一樣的。它比較強調的呀，是在你點這個鏈接，然後進網站下載檔案之前，先去多做一層判斷。我自己覺得吧，就是沒有工具能夠代替你多看一眼，看看是不是真的。但是多一道提醒呀，总比全靠眼睛去看呢要更安心。VPN 的部分呢，肯定是完全没变的，還是最核心的功能。只是呢，它现在把這些防護的功能呀，也整合進同一個 APP 裡面了。如果你也想試試看的話呢，點擊我的專屬鏈接 nordvpn.com/PETRSUN， 或者在結賬的時候輸入一個優惠碼 PETRSUN， 還能夠拿到我們頻道的專屬優惠哦。什麼？你說你沒看廣告直接跳到這邊的啊？那我也得謝謝你了，因為你至少沒有把影片關掉嘛，對吧？好了，我們來看那個新功能，就是 AI 修圖這件事情了。現在蘋果呢跟這個三星的修圖究竟會差多少呢？然後 iOS 26和27究竟又有沒有差別呢？你看，我就用同一張照片嘛，分別用26、27還有三星的 S26 Ultra 呢，就各修了一次，都是要把這個擋在我面前這個杯子給它移掉。那三張放在一起，你就自己看吧。iOS 26這邊啊，這個臉呢就已經直接修的都歪掉了。三星呢，這個臉呢是有保住的，但是你仔細看那個眼神呢，看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反而是 iOS 27這張呢，這個臉呢是完全沒有動到，而且眼神呢相對來說呢也是比較自然的。老實說，我看到這張的时候呢，其實是有點嚇了一跳的。iPhone 的修圖難道已經這麼厲害了嗎？這個叫做 Clean Up 的功能呀，它不是一個新的功能了，是這個舊的功能呀，現在突然呢就變聰明了。不過在修圖這方面呢，蘋果這次是有拿出2個真正的新功能的。那第一個就是延伸。我自己拍照最常遇到的就是有時候我們拍成一個就是竖直的這樣的照片嘛，或者我想給它變成一個橫向的，或者呢就是我拍的是橫向的，想给它竖過來。那這個延伸呢，其實這個時候呢就能夠派上用場了。它可以幫你吧，就是把這個照片的一些邊緣處呢，給你用 AI 補出來，你就可以湊成一個你想要的比例嘛。那這個呢其實是蠻強的，而且呢不太會添加出一些什麼奇怪的東西。我看它補的還是蠻自然的。還有一個功能呢叫做重構，那這個呢我覺得就更厲害了，它就可以重新調整你整張照片的這個構圖，還有就是整個的角度。那有時候我們比如說在外面拍照嘛，總覺得不是太完美嘛，晚上回來一看這個照片，就是總覺得有一點遺憾。那現在啊，這個功能呢就可以幫你把這個遺憾呢給你補上了。比如說吧，原本呢你的臉是正面對向鏡頭的，它現在呢就可以给它稍微側過來一點點了。那你再搭配前面的我們那個就是照片延伸的功能，那整個的調整空間呢其實真的是很大的。當然你也不能太誇張了，你原本就拍了一個正臉，你非要讓它腦補出你的背影來，那這個肯定還是不行的。但是一般的這個小修小補呀，真的效果還算是蠻好的。蘋果現在不是有一個自己的 APP 就叫做密碼嘛，英文就是 password，
以前呢那个版本啊，它就只会提醒你說你有多少組密碼現在不夠安全，然後呢就沒有然後了，你還是得自己一個一個手動去改，真的是挺煩的。那這次就不太一樣了，它可以直接幫你連進網站，然後直接幫你生成新的密碼存好，整個流程呢你只按一個按鈕就可以了。我自己打開的時候呢，一看呀，我有14個賬號密碼是需要更新處理的。那這麼多的密碼呀，我根本已經都忘了自己多久沒有去換過了，我就直接讓他幫我去處理吧，看看他到底能處理多少個。最後呢，他直接幫我改好的其實是5個 ，Best Buy 啊 ，Canva， 還有 Amazon、NBA， 還有一個 Starbucks， 這5個呢是他直接就改好了，而且改的都是那種加密的，就是不太容易被猜出來的那種密碼。那剩下的9個為什麼沒改成呢？我本來以為啊，就是那些網站不支援，其實後來我去發現，一個一個點進去看的話呢，後來發現不是，有的是就是你在改密碼的時候需要就是等一個驗證碼嘛，但是它很長時間沒有收到。那這個呢，後來我才搞懂，就是你常用的郵箱，比如說像是 Gmail 吧，如果用的是 Google 自己那個 Gmail 的 APP 啊，那裡面收到的這個驗證碼呢，這個密碼 APP 它是抓不到的。你需要現在蘋果內建的那個郵件裡面呀，把你的這個 Gmail 登入。這個時候呢，再收到的驗證碼呢，它才能夠抓得到。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我自己存在蘋果這邊的密碼呢，本來就已經是錯的了，我之前可能已經換過了，那這個它連登都登不進去嘛，當然也就沒辦法幫我改了。那真正網站不支援的，就是沒辦法自動改的，其實啊就只有一個，所以不是所有的密碼都能處理了，但是它已經幫我處理了這麼多呢，這光是這件事情呢，我就覺得已經值得講一下了。那以前呢，它只是提醒你不夠安全，那現在呀，是真的有一個管家開始幫你把這些事情直接做掉了。那可能有的朋友就會擔心了，你看他這樣自動幫我登入，然後幫我去改密碼，會不會有什麼就是風險？那簡單講吧，就是它不是啊，就是把你的密碼直接交給 Apple 了。改之前呢，肯定是你自己要確認嘛。改完之後呢，也是給你加密存好，存在你自己的手機裡的，連 Apple 呢其實也是看不到的。所以正常用的話呢，其實是不用太擔心的。你只需要顧好你手機的密碼，還有 Apple 賬號的密碼就可以了。好，最後我們回到一些我每天都會碰到的小的一些地方的修改吧。雖然很小，但是其實真的是挺重要的。那這一段呢，我就快一點講吧。先講一個我每天出門都會踩到的雷，就是這個 WiFi 切換成行動網絡。之前我每次開車離開家嘛，這個手機都要等這個 WiFi 完全斷掉，然後卡個幾秒鐘，才肯乖乖的切換成這個行動網絡。那這次呢，終於就順了，很快呀就可以切換成行動網絡。還有就是鬧鐘和鈴聲這一塊啊，現在這個鬧鐘和手機鈴聲的音量是可以分開調整了。你知道嗎？這個功能呀，在安卓那邊大概10幾年前就已經有了，那蘋果現在呢才給它補起來。晚呢，確實是晚了挺多的，但是總比不做要好吧。還有就是 CarPlay 這邊也是啦，就是你比如說開車等紅燈的時候，然後 Apple Music 這邊呢就可以直接拖動這個進度條了，可以跳過前面那些，直接聽副歌。還有訊息這一塊啊，訊號不太好的時候，比如說傳送失敗的話呢，那它現在呢是會自動去重新傳送的，不用你再回頭手動去按一次重新傳送了。這個功能呢小到你可能都沒有發現，但是少了它之後呢，有可能是真的會誤事兒的。最後呢，就是我最有感的了，就是 AirPods 的這個終於啊可以自己調整這個 EQ 了。它就是一個3段式的設計，低頻音、中頻音、高頻音，看起來是很陽春的。但是呢，終於已經有了這個功能了。這幾個小東西吧，單獨拿出來講，每一個都是很小的，但是這2個月用下來呢，反而真的是很有感的。再有1個月，這個 iOS 27啊正式版就要來了。現在的公開測試版呢，其實這個 bug 已經比之前那個開發者測試版呢要少很多了。偶爾會碰到某個 APP 吧，比如說我在美國這邊用 Best Buy 的那個 APP 啊，打開之後呢，這個手機就莫名其妙變得很燙，然後耗電也會變得很嚴重。但是大部分的時候，尤其是蘋果內建的這些自己的那些 App 呢，用起來已經是很好用了。我覺得這次呢，你真的就不用等了。之前所有能升級成 iOS 26的那些機型呀，現在都是可以直接升級成 iOS 27的。尤其是像什麼 iPhone 11、12這些比較舊的機型啊，升級之後呢，真的是感覺會變順的。那如果你現在手上拿的是 iPhone 15 Pro 以上的機型，那你還能夠拿到就是完整的一套 AI 功能嘛，是這個 iPhone 15標準版和之前所有的舊的機型拿不到的，所以呢，其實也是值得升級的。iOS 27呢，我覺得它不是一個什麼驚天動地的大版本的更新，它就是呢回頭把很多小的一些地方呢給它磨得更順了。尤其是舊手機升級之後還能夠變順這件事情呀，是我之前怎麼想都想不到的。只有一種情況呢，我會叫你先等一下，就是如果你這個電池健康度呢已經很差了，那升級成 iOS 27之後呢，電池的續航方面呢很有可能是會受影響的。不過呢，換一個電池現在也是挺貴的，尤其你要是去官方換的話，那到底是換電池好呢，還是乾脆換一個新機呢？那我之前一期影片呢，其實已經詳細的討論過這件事情了，你就點擊這邊這支影片就好了，點這邊。